朋友们好，今天是2月14号星期一，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中共呢是一心想要办一次热热闹闹的冬奥会，到目前为止呢，可以说这个设想是得到了远超预期的实现的。只不过呢，这种热闹呢，它并不是中共所希望的那种八方来朝式的，而是一种八方扫兴式的热闹。在这个赛场内从越演越烈的谷爱凌国籍风波，到可能影响到韩国大选的中韩之间的骂战，在赛场外呢，我们看到从这个阅读量远超过冬奥会10倍以上的徐子巴事件，再到这个传说普京不会给这个习近平面子，即将要入侵乌克兰事件等等，无疑呢不再大幅度的消减这个习近平这场苦心经营的象征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体育盛会的成色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准备和大家来说一说看起来即将是一触即发的这个乌克兰的战争。那么在讨论这个重大的国际事件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先和大家来更新一下徐子巴事件的一些重要的进展。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对这个徐州检测小花梅的母亲 DNA 的这个方式呢，有提出了质疑。随后呢，就收到了多位朋友的反馈，说现有的这个检测技术呢，已经可以不需要发囊，就是直接的从这个发干部分就可以成功的提取 DNA 了。那么我经过核查以后呢，发现的确是这样的。那么在此呢，要感谢朋友们的帮助和指正。由于我做这个节目的时间比较仓促呢，错漏之处是在所难免的。幸好呢，有大家在这儿一起努力，参与到我们这个聊天讨论的平台，来共同还原很多事实的真相。尽管徐州官方有可能通过小花梅母亲的遗物来提取了 DNA。他们也宣布确认了徐子巴就是小花梅的身份，但是呢，这仍然不能够驱散围绕着徐子巴真实身份的疑云。在这里面呢，它最主要是基于2个因素。第一个呢，就是从丰县的2次发布，再到徐州的2次发布，关键信息呢模糊混乱，前后结论相互否定之处太多。这个使得整个徐州官方的公信力呢已经丧失，所以我们对徐州官方的那个 DNA 的检测结论是比较难以采信的。第二一个呢，就是在上个周末有2位公民记者，他们呢也都是云南信息报的前记者，他们呢自费的前往到雅谷村，然后呢是有全程的采访了小花梅的亲友和当地的村民，并且呢以很长的这种文章的方式来发表。那么从这份第一手实地调查的报道中披露的信息来看呢，徐州官方对小花梅身份的认定，无论是那个照片口音的比对方式，还是那个 DNA 的检测比对方式，它都存在着重大的疑问。与此同时呢，丰县当地还发生了这个派出所有公然的拘留2位前往丰县的女志愿者的事件。而微博上呢，一直在坚持对徐州官方公开质疑的一部分的大 V 的账号呢，也在最近呢被这个屏蔽了。那么这个就意味着事件的性质在开始发生变化了。就像我们此前说过的那句话，徐州官方呢现在已经走过了不管你信不信的那个阶段了，开始进入到只问你服不服的阶段。这2位公民记者呢，他们是在2月12号发表了他们独家前往云南佛贡县亚谷村进行采访的那个长文报道的，标题叫做《寻找小花梅》。这篇文章呢分为2大部分。第一部分呢，它是对小花梅那个同母异父的妹妹叫做光某英的她的一个采访的对话实录。第二部分呢，才是他们前往到亚谷村去进行实地调查的记录。由于这篇文章很长，相关的信息很多，为了防止被删除掉呢，我已经将这个全文进行了存档，并且呢把这个存档的链接有贴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文字介绍之中。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自行去查看它的详细内容。为了节约时间呢，我个人呢对这篇文章呢进行了一个归纳和提炼，把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信息呢先罗列如下。在这个公民记者与这个光某英的对话这一部分呢，它是有确认了以下的信息。第一，这个小花梅她的确是傈僳族，她的出生的年份大概是在1979年前后。第二，
徐州警方呢并未出示徐子巴的视频，对他进行这个辨认的程序，而是直接就告诉这个光某英说，有一个人很可能就是你姐姐，然后呢取了光某英的血样和他母亲遗留的唯一的一件衣物，也没有说要干什么用，就走了。那么截止到2月12号下午的4点钟，这个采访的时候呢，徐州方面都没有联系到这个光某英，告知任何的事情，包括这个 DNA 的检测结果。第三呢，就这个光某英呢有明确的说啊，仅凭视频和口音是无法来确认这个徐子巴他是谁的。第四呢，就是光某英他听母亲说过，说这个小花梅呢是被一个亲戚所带走了，但是这个亲戚是谁，人被带去了哪里，他也什么都不知道。在这个公民记者前往亚果村去进行实地调查的部分呢，我们可以获知如下的信息。第一点就是在当地呢是有经常的发生妇女拐卖的事件。小花梅的邻居、舅舅、他的堂弟，还有当地的村支书等等，都明确地表示说，仅凭这个视频是无法确认这个女子究竟是谁。同时呢，也有很多人都肯定说，这个视频里面的女子，也就是这个徐子巴了，说她的口音呢不是傈僳族的语言，有个别人呢认为她更像是说的彝族的口音。唯独呢，只有一个是喝醉酒了的一个街坊呢，有给出了一个比较肯定的答案，但是呢，旋即就被他的妻子所否认了。显然呢，这种答案是难以采信的。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报道呢，它确实证实了有这个徐州警方的个别人员是到过了这个亚果村，但是呢，该村呢仅有一条主街。全村主要的商店饭店和人流都是集中在这条街上。但是这个记者沿街调查之后得到的结果呢，却是没有人能够认出这个视频中的女子究竟是谁，他们也都否认说曾经有人来调查过。第三一点呢，就是可以确认徐州警方的确是有人是接触了小花梅的舅舅和堂弟，他们2个人都有接触了，但是呢，他们都不能够辨认这个视频中的女子身份究竟是谁。那么这份实地调查的报道呢，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从这个报道中呢，我们至少可以看到有几个关键的疑问了。第一个疑问呢，就是徐州警方在2月10号就已经公开的宣布了这个 DNA 的检测结果，证实说这个徐子巴与光某英呢都符合与那个小花梅母亲的一个亲子关系，对吧？那么按照常理这么一个大好消息，他应该是第一时间就要通知这个光某英的，因为这是他的亲妹妹嘛，并且还要安排他前往丰县去探望徐子巴姐妹团聚的嘛。那么为什么直到2天之后的2月12号，这个徐州官方仍然都没有与这个光某英取得任何的联系，告诉他这件事情呢？第二一点呢，就是徐州警方与小花梅的那个堂弟也是有微信联系的，但是呢，在官方公布确认这个小花梅身份的通报以后呢，徐州警方呢也没有及时的告知这位堂弟呢，他是在11号被这位公民记者对他进行采访之后，他才得知官方已经有确定了他的这个表姐的身份了，这不反常吗？第三一点呢，就是公民记者的调查有显示，包括小花梅的几位近亲在内，当地是几乎没有人能够认出这个视频女子的身份，也无法辨认她的口音究竟是哪儿的。而且在当地拐卖妇女的事件是常有发生，被拐卖者是不少的。那么徐州警方他是如何从照片和口音就迅速的确定这个人就是小花梅，并且还迅速的发布了通报的呢？第四一点，在没有人能够识别这个视频女子身份的情况之下，徐州警方又是如何迅速地锁定了人贩子桑某溜的呢？要知道，当地的人贩子是不少的。这个公民记者在调查中就直接的采访到了一个。除了这个公民记者的调查呢，还有大陆的前调查记者邓飞，他有在微博呢，也是在近日首次的公布了徐子巴的一张身份证的照片，并且呢，他说这个身份证呢是2年前给他办理低保的时候做的。
那么这张照片呢，我们看到啊，现在他与这个徐子巴显然就不是同一个人，对吧？而且呢，这张身份证呢，它显示出他的出生的日期是在1969年的6月6日。那么到现在呢，已经是52岁又8个月了。而根据这个公民记者调查显示呢，说这个小花梅的年龄呢，与此差不多是相差了10岁左右。所以这张身份证上面的女性，她不可能是小花梅。那么这个徐州官方他们是有查阅过小花梅的户籍资料的，他们应该对她的出生日期是非常清楚的。这样一来，这个问题就来了。那么这张身份证它究竟是谁的呢？它很显然是伪造的。当地的公安部门他们很可能存在着与董志明一家就是伙同伪造身份证的嫌疑。在此前啊，我们已经有知道，就是董志明结婚登记的时候呢，他并没有出示徐子巴的身份证或者是户口簿的证明。那么民政部门也显然是涉嫌有伙同伪造徐子巴身份的嫌疑。也就是说呢，在公安和民政这两大部门都有涉嫌参与造假的情况之下，我们如何能够相信这个结婚登记资料的上面写的这个云南省扶贡县亚古村这个地址，它就是徐子巴的来源，它是真实的呢？我们如何能够相信徐州官方所做的那个 DNA 的鉴定结果，它也是真实的呢？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个重大的疑点，就是根据董志明他自己在抖音的视频中啊公开的一个说法，他说啊自己已经34岁了，都还没有结婚啊，因此呢被村里人耻笑，所以现在呢他觉得自己当了8个孩子的爹啊，很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也就是说呢，董志明他是很肯定的自己是在34岁以后才与徐子巴又结了婚的。请大家注意，徐州官方的通报说得很清楚，说这个董志明现年是55岁，对吧？而且这个官方通报呢也有说了，说这个结婚登记资料呢显示徐子巴是在1998年的8月结婚的。那么徐子巴是从那个时候起进入到了董家，到现在接近是24年时间。这样一来，一个问题就来了。在1998年，也就是24年前，那个时候的董志明他就只有31岁。如果说他声称自己是34岁以后才结的婚，那么1998年与徐子巴结婚的那个人究竟是谁呢？这就只可能有2种解释了。一个呢，它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说董志明视为奇耻大辱的自己那个结婚的年龄呢，这个记忆他出错了。而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有点细思极恐了，就是说呢，在1998年徐子巴的结婚登记对象呢，他很有可能曾经是另外一个人。在3年以后，董志明都已经34岁了，徐子巴的结婚对象才通过呢某种操作变成了董志明。大家想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徐子巴那个已经23岁的长子，他就不可能是董志明的儿子，对吧？官方所说的那个8个孩子 DNA 的鉴定结果，它就有问题。当然，我们现在呢无法确定究竟哪一个是正确答案，但是我们都知道啊，在海内外的舆论排山倒海一般都要求公布徐子巴那份原始的结婚登记档案的情况之下呢，徐州官方至今一直都不肯出示这份文件的原文，并且呢也没有给出任何的解释。可能有不少朋友都已经看到了，就说徐子巴事件呢持续发酵到现在呢，它已经引发了官方的惊恐。到目前为止啊，已经有2位女性的志愿者前往丰县去探望徐子巴，但是因此呢却被丰县的警方给拘留了，而且具体的这个罪名还不太清楚。但是这样的一个动作呢，它显然是想要杀鸡儆猴，阻止更多的人前往丰县嘛。与此同时呢，网络上的管控力度也明显在加大了。目前呢，已经有多位持续关注此案的网络大 V 呢被消号了，而且呢，有人连转世号也迅速的被封杀掉了。几大门户网站呢，也在开始对一些相关的报道进行删除的操作了。
同时呢，在民间呢，也开始不断的有人走上了街头，或者是在自己的家中拍视频，那么公开的呼吁要彻查徐子巴一案。此外啊，我们看到还有很多的民众呢，在开始自发的抵制徐州，比如说在淘宝上呢，拒绝购买徐州的商品等等。我们此前说过了，就是这一次的这个维稳的力度呢，它是中央级的。它根本的原因呢，就在于徐子巴案件，如果说公布了真相，它极有可能会产生一个拔出萝卜带出泥的这么一个效应。徐州地方政府参与到这种产业化的贩卖性奴大案呢，它很有可能会引发一场大地震的。那么，在当局日益升级的这种维稳手段与还在不断发酵的强大的民意之间，谁能够占据最后的主导权呢？这是一场多少年以来都非常罕见的官民之间的争夺战。当局如果说溃败了，那么这个巨大的脓肿被刺破之后，它会引发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谁都不知道。但是如果说这个民众再次的被全面的晋升，这个案件的真相被彻底的掩埋了，那么从此以后，无数家庭的女儿将失去最后的安全防线。好的，剩下的时间呢，我们再来接着说一说另外一个备受关注的国际事件，也就是乌克兰的局势。乌克兰东部的局势呢，在近日是突然发生了变化。在上周五呢，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他就有公开说，俄罗斯呢已经在乌克兰附近集结了足够的军队，足以随时发动大规模的入侵了，而且很可能会以空袭开始。同时呢，他还敦促所有的美国公民在48小时之内赶快离开乌克兰。那么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他也公开的表示说，我们处在入侵随时可能开始的窗口期，明确的说，这包括奥运会期间。那么美国这些相关的警告很快就引发了一个舆论的反应。也就是我们看到德国的这个一份杂志叫做《明镜周刊》的，它就有引述知情人的报道说，美国的中情局和军方呢，在11号有通知呢美国政府与其他的北约国家，说俄国呢很有可能在最快的时候是在16号就会袭击乌克兰，而且据说美方在这个秘密的简报之中还提供了许多的细节，包括入侵的路线等等。所以大家看到了吗？就连入侵的具体日期和路线都已经给出来了，那么国际社会的反响是可想而知的。尽管美国的国防部发言人叫做科比的呢，他是公开声称说这个消息是无法证实的，但是呢，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包括美、英、法、德、日还有以色列等等这些国家在内的大概是20多个国家已经公开的要求本国国民迅速的撤离乌克兰。与此同时呢，拜登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有先后再次的与普京进行了一个紧急的磋商。结果呢，就是拜登呢，他说这个磋商呢并没有取得有效的进展，基本上是原地踏步。而普京呢，则对这个马克龙他有说，凡是指控俄罗斯计划入侵乌克兰的这种说法呢，是一种挑衅性揣测。此外呢，还有德国总理舒尔茨呢，也立即的就决定在今天他就飞往了基辅，与这个乌克兰的总统去会面，然后呢，他还要在明天飞往莫斯科去与普京进行会面，目的呢就是敦促莫斯科缓和与乌克兰之间的这种对峙的局势。那么至于俄罗斯这一边呢，除了官方的发言人是不断的在批驳说这个入侵的说法是一种歇斯底里之外呢，最新的情况是俄罗斯的电视台有公布了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他在今天向普京去汇报工作的一个视频画面。这个视频画面里面呢，拉夫罗夫他就明确的表示说，俄国仍然有机会与西方达成协议。所以呢，这个视频它被公开呢，它释放的信息应该是很清楚的，就是至少在目前是不会有战争的，我们会继续的与西方进行谈判。所以大家也看到了嘛，就是目前整个乌克兰的局势，它看上去非常的有意思，就是美欧各国呢都非常紧张的在释放一种信息，好像随时都有可能要开战了。
同时呢还不断的向这个乌克兰运送大量的军备啊、援助啊等等。而普京这边呢，则不停地在表态说，我们只是想谈，我们不想打。包括这个乌克兰他自己也在极力地表示说，这个战争没有这么近，还远着呢。所以在这种高压的背景之下呢，我们看到呢，乌克兰的内部的态度呢，它也是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就在今天呢，这个 BBC 有发表一份报道说，当这个乌克兰的驻伦敦的大使啊，被问到是否会改变对加入北约的这个立场的时候呢，他就回答说，我们可能会，尤其是在受到这样的威胁、受到这样的勒索。但是呢，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呢，他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呢，仍然是坚持了他既往的说法，说只有加入到北约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安全和领土主权。所以看起来呢，似乎这个乌克兰他在释放一个比较矛盾的信息，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很有可能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来，乌克兰内部啊对是否仍然要坚持加入到北约去呢，它已经存在了分歧了。那么这个信号呢，它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就是普京最想看到的。这不仅是他施加这种高压的一点成果吧，也是他避免这种事态恶化的情况下，他可以顺利下来的一个台阶。而且还有一个比较微妙的现象是，中共的外交部在今天有刚刚的表示说，中共驻乌克兰的大使馆呢不会撤离。那么至于美国这边为什么会频频的发出这样一种战争的警报呢？这个背后我觉得它可能存在着两种因素，一个呢就是俄罗斯呢，它通过某种途径其实释放了一些假情报，就是让 CIA 呢信以为真，无形中的去充当了一把给西方施压的工具。毕竟呢，在经历了阿富汗撤军这样一个事件以后呢，我们对拜登当局的这种军事应对能力确实是不太敢去高看的。那么另外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不排除这是美国刻意这么做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方面呢，美国呢，它可以以此为借口，在源源不断的提供这个军援，实质上就是在武装乌克兰。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也是一种外交手法，意思就是在大体上已经判定普京不想真打的情况之下呢，他反过来用这种方式去挤兑对方。我们都准备好了啊，你非要拿枪做事的要打，那你就打吧，就来吧，一大堆的制裁在等着呢，我们看看最后是谁吃亏。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呢，我觉得隐而不发对普京才是最有利的，而全面的去入侵一个主权国家则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他还会因此而让普京失去所有的正当性，成为国际社会千夫所指的对象，就连中共到时候可能都无法去公开的站出来支持他的。所以呢，我个人仍然是认为呢，俄罗斯它在近期大举的去入侵乌克兰的可能性不高，但是呢，不排除俄国会在顿巴斯等等这些地区呢，唆使当地的叛军搞事儿，就是继续的纠缠，继续的施压嘛，把这个棋局呢继续的拖下去。好的，今天呢我们就暂时讨论到这里了，谢谢各位的观看和收听，我们下次再见。